美国简报的信息与观点来自美国和国际权威媒体、智库、政府机构与专家。我们进行了专业的整理、编辑。科技中心的房地产市场降温速度快于美国其他地区。路透社根据在线经纪公司 Redfin 的数据，美国的科技中心正在经历房地产市场的降温，也为该行业面临持续的裁员和近期高利率的影响。西雅图、圣约瑟、奥斯汀和凤凰城是受影响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尽管预计纽约也将遭受损失，也为许多公民在金融部门工作。Redfin 声称，投资银行的不稳定可能会抑制纽约市金融工作者对该行业的担忧。该报告还得出结论，银行和技术的不确定性正在影响一些房地产买家和卖家的神经。美国高级官员的中国之行，北京认为目前拜习通话莫疑。南华早报，美国国务院中国之家部门负责人里克·沃特斯 （Rick Waters） 上周访问了香港、上海和北京，引发了人们的猜测，即中国正在为中美之间陷入困境的关系取得外交突破奠定基础。观察人士认为，这些会议表明北京正在采取更加谨慎的战略，尽管外交突破的可能性不大。这次访问是在台湾紧张局势加剧以及中国与俄罗斯的良好关系之后进行的。此前，习近平访问了莫斯科。据报道，沃特斯在访问期间讨论了一系列问题，包括习近平与乔·拜登总统通电话的可能性，以及重新安排国务卿布林肯取消的中国之行。这些讨论导致对新闻自由和国家安全法的关注，据说涉及一系列话题，从乌克兰战争到台湾总统蔡英文即将访问美国。人们还认为讨论了南中国海问题，以及正在进行的关于中国科技巨头华为的争吵。尽管这次访问被视为中美之间加强沟通的迹象，但预计双边关系没有潜在的破冰船。由于紧张局势仍然高度紧张，香港城市大学法学教授王江宇评论说，中国目前认为对话没有意义。美国和中国能给乌克兰带来和平吗？德国之声，中国可能掌握住乌克兰和平的关键，尽管他试图充当和平斡旋者，但和平似乎不是北京的优先事项。由于中国依赖莫斯科的石油和天然气供应打折，中国对俄罗斯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这有助于支撑其大流行后的经济复苏。中国没有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正在扩大与莫斯科的贸易，这与西方对俄罗斯实施的更严厉制裁不同。如果战争进一步拖延下去，预计俄罗斯将更加依赖中国。尽管国内对战争相关冲突的担忧日益增加，但乌克兰的西方支援者正在感受到乌克兰战争的经济影响，这表现为能源短缺、通货膨胀和公共预算紧张，导致各州资金减少。虽然美国的战争疲劳正在影响拜登政府继续慷慨支持乌克兰的意愿，但中国对莫斯科的影响力可能不仅对俄罗斯陷入困境的经济构成威胁，而且对美国的利益构成威胁。这可能导致对中国实施进一步制裁，这将使美国经济复苏面临风险。人们认为，作为民主的美国和专制的中国之间日益激烈的对抗的一部分，德国和欧洲将不得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坚定地定位自己，并在更多的问题上寻求与美国的团结。世界政治的两个主要参与者需要解决乌克兰、俄罗斯问题。卢森堡首相贝特尔建议乔·拜登应该与习近平谈判一项关于乌克兰的和平计划。美国最高法院驳回对特朗普只收钢铁进口关税的挑战。加拿大环球邮报，美国最高法院拒绝听取对唐纳德·特朗普政府征收的钢铁进口关税的质疑。此后，乔·拜登一直主要维持该关税。2018年，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 Wilbur Ross 认为，从国外进口的钢铁过剩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并建议只收关税以限制进口。征收关税的决定是根据1962年贸易法第232条做出的。
该条允许美国总统限制进口被认为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商品。2018年3月，特朗普下令对从大多数国家进口的钢铁征收25%的关税，对铝进口只收10%的关税。几家进口钢铁产品的公司，包括 Colmar 的子公司，总部位于宾夕法尼亚州的 Dorman Products 和土耳其钢铁制造商 Borusan Mannesmann， 在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诉讼。他们认为罗斯的报告是武断和反复无常的，违反了一项名为《行政程序法》的联邦法律。贸易法院在2021年做出了不利于钢铁进口商的裁决，认为罗斯的报告不能在法庭上受到质疑，因为它不是最终的机构行动。在上诉中，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认为罗斯的调查结果构成了最终的机构诉讼，但该报告的调查结果不受行政法法院审查，并且该政策在其他方面符合联邦法律。不听取上诉的决定将平息未来对钢铁进口关税的任何法律挑战，这已成为美国外交关系的刺激因素，包括与欧洲盟友的关系。拜登政府敦促最高法院不要受理此案。特朗普政府在执政期间对中国、欧盟和其他主要贸易伙伴实施了几项单边关税。特朗普声称，这些关税对于维持健康的国内生产以及美国承诺用美国钢铁采购军事装备是必要的。雷尼·弗莱明饰演尼克松在中国。美联社，约翰·亚当斯 （John Adams）1987 年的歌剧《尼克松在中国》在阿根廷导演瓦伦蒂娜·卡拉斯克 （Valentina Carrasco） 的作品中获得了8分钟的掌声。该作品用隐喻取代了文字主义。持久的图像是一只黑色的美国鹰与一条鲜红色的中国龙对峙，乒乓球桌像指住外交和对优势的追求。弗莱明在2019年8月的一个雨夜首次亮相圣达菲歌剧院，当时公司艺术总监亚历山大·尼夫向他提出了一个想法。古斯塔沃·杜达梅尔指挥演员阵容，还有7场演出。美国最高法院雪佛龙敌人唐奇格的藐视法庭定罪成立。路透社，美国最高法院驳回了被取消律师资格的环境律师史蒂文·唐奇格 （Steven Donziger） 对他的刑事藐视法庭定罪的质疑。Donziger 此前被拒绝就厄瓜多雨林的石油污染对雪佛龙公司提交95亿美元的判决。他声称他的起诉侵犯了他的宪法权利，因为由联邦法官而不是美国司法部任命的私人律师处理此案。Donziger 的律师辩称，这表明违反了权力分立原则，指出行政部门而不是司法部门应该领导起诉。最近任命的美国司法部长梅里克·加兰 （Merrick Garland） 承诺，在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改组后，该部门将恢复该部门在起诉白领犯罪方面的作用。美国发布半导体晶圆补贴计划新的育儿指南。路透社，拜登政府宣布将要求美国半导体制造商从其520亿美元的计划中寻求主要资金，以提供负担得起的儿童保育。商务部的指导意见还强调了专案劳工协定的重要性，这是建筑工会和承包商之间的集体谈判协定，认为这些协定对于降低专案交付延迟的风险至关重要。该部门计划于6月下旬开始接受390亿美元的制造业补贴计划的申请。它还将为建设经员工厂创造25%的投资税收抵免，预计价值240亿美元。劳动力发展计划还承诺帮助弱势工人获得高薪工作，包括举办培训计划以扩大就业机会。商务部长吉娜·雷蒙多 （Gina Raimondo） 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如果该行业要可持续增长，就必须有更多的美国工人，特别是女性和少数民族，获得半导体制造工作。一些共和党人批评了该部门的指导方针，包括提供托儿服务的要求。对半导体制造人员居住地的严格限制也受到批评，因为新工厂的位置必须远离水源，以尽量减少中断的风险。半导体公司已经宣布了40多个新专案，私人投资近2000亿美元，试图促进国内生产。
该倡议是拜登总统提高美国竞争力的广泛计划的一部分，其中包括基础设施投资、网络安全措施和气候倡议。支援半导体制造生产的增长是该计划的基石，旨在扩大美国对中国的经济独立性。中国目前占全球半导体产量的近一半。美国计划对墨西哥能源争端发出最后通牒，引发关税威胁。路透社3位熟悉讨论情况的人士表示，拜登政府计划在未来几周内向墨西哥发出贸易争端资讯，立即行动，否则的资讯将集中在能源贸易僵局上，这将是本已紧张的美墨关系的重大升级。要求美国对其南部邻国采取更强硬态度的呼声越来越高。7月，美国和加拿大要求与墨西哥进行争端解决谈判，但在250天没有解决方案后，他们可以自由地要求成立争端解决小组，这可能会对墨西哥商品征收数10亿美元的报复性关税。墨西哥总统洛佩兹·奥夫拉多尔 （López Obrador） 决定取消旨在向外部竞争开放墨西哥电力和石油市场的改革，引发了争端。雪佛龙 （Chevron） 和马拉松石油公司 （Marathon Petroleum） 等美国石油公司以及太阳能和风能公司近年来一直在努力获得在墨西哥运营的许可。拜登政府声称，奥夫拉多尔偏袒国家石油公司墨西哥石油公司和国家电力公司联邦电力委员会，后者歧视美国公司。贸易争端给拜登总统带来了重大风险，一旦 COVID 时代的限制解除，他需要墨西哥的帮助来控制边境。尽管白宫希望避免与墨西哥的贸易紧张局势升级，但 ASEMC 下的独立争端解决小组可能是最终结果。美国和墨西哥于2018年9月30日结束了 ASEMC 谈判，该协定于2020年7月1日生效。伊丽莎白·沃伦发起2024年参议院连任竞选。彭博社，马萨诸塞州民主党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 （Elizabeth Warren） 宣布，她打算在2024年竞选第3个任期。这位参议员此前曾担任乔·拜登总统的盟友，也是微弱多数议院中的关键民主党人。作为他进步议程的一部分，沃伦计划在矽谷银行和签名银行最近倒闭后对银行制定更严格的规则。他还将扩大基础设施，增加负担得起的儿童保育，并努力应对气候变化。沃伦的第一次参议院竞选活动于2012年启动，他击败了共和党参议员斯科特·布朗。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沃伦负责监督7000亿美元的金融市场救助计划及问题资产救助计划。他曾在2020年竞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沃伦是民主党的杰出人物，经常被提名为2024年的潜在总统候选人。他在银行、金融和武装部队委员会任职，目前是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查克·舒默 （Chuck Schumer） 领导团队的成员，担任参议院民主党会议的联合主席。亚历克斯·中斯兜售特朗普暗杀阴谋。英国独立报极右翼广播公司和阴谋理论家亚历克斯·琼斯声称，如果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看起来有可能在2024年获胜，所谓的深层国家可能计划暗杀他。琼斯在传播有关2012年桑迪胡克学校枪击事件的虚假资讯后，输掉了诽谤诉讼，称特朗普先生在周六德克萨斯州集会上的暴力言论是硬核。这位前总统抨击了对他的调查，称其为检察官不当行为，并提到摧毁该国的恶魔力量。中斯表示，特朗普重生比他预期的2024年竞争对手佛罗里达州州长罗恩·德桑蒂斯更好。谢谢收看美国简报，这是我们团队总结分析出来的美国重要信息，来源包括媒体、智库、政府机构和专家，让您在非常短的时间掌握美国动向。需要更多信息与进行讨论，请关注6度世界3w.6度.world。